1万的最美茅台，就是这个三花飞天啦，它恐怖的跌幅呢也是堪称这个茅台之最，去年都还要1.3万4，如今是直接把万位数给跌没了，就连下午来问价的酒友都不信啊，说怎么就剩个零头了。飞天今天已经开始崩盘了，我现在有一种不可置信的感觉，上午的货到现在已经每瓶亏了有几十了，目前大家都在恐慌性的抛货，价差呢也是几十元不等。现在想来已经连续阴跌了有1周左右了，这种跌法和去年如出一辙，去年惨痛的教训大家还记得吗？照这种跌法下去，马上就要破1600了。那大家认为离1499它还远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茅台是中国的国酒，目前中国白酒行业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，在市场消费不振和禁酒令等影响之下，茅台市场价格持续承压。10月28号，大陆市场上的飞天茅台批发价首次跌破每瓶1700元人民币，创下了历史新低。在电商平台上，茅台零售价格更为低廉，部分平台上53度500毫升的飞天茅台售价已经降至了每瓶1640块钱。飞天茅台价格走弱同时，茅台的千元系列酒表现更差。去年曾一度热销的茅台1935，从高点的每瓶1800块一路下滑，目前呢已经跌至600多块，远低于其出厂价的每瓶798元。这就意味着呢，每售出一瓶，经销商将亏损200块钱。那么令经销商担心的还不只是降价，而是市场尚未触底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到最低点。大陆经销商前卫对海外媒体表示，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到底，是1499还是1399，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，心里发慌。今天聊一下茅台啊，虎茅呢，今天10月29号已经跌破了1700了啊，原箱还维持在1700元左右啊，那公斤呢，3100左右，精品呢2300左右啊。茅台啊，公认的液体黄金啊，现在已经不具备金融属性了啊，大家呢没必要去囤货了，除非有刚需啊，刚需呢用多少买多少，不需要囤货啊。后期会掉到什么样子呢？没人说的。一名济南的白酒经销商透露呢，市场变化大，基本是一天一个价。飞天茅台的利润已经降到了每瓶50块左右了，主要靠10几个老客户来维持销量。这2月呢很难招揽到新客，由于生意难做，店里已经不再回收茅台酒了。茅台每瓶跌破了1700块了，其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有人说是现在年轻人不喝白酒了，那别说是年轻人了，现在50、60岁的有钱的，能有几个喝得起茅台呢？所以呀，应该是跟年轻人没有多大关系。有博主指出，茅台不断降价背后反映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疲软，与房地产市场的剧烈震荡息息相关。茅台开始突破3000块钱大关的时候是哪一年？2016年。然后那个时候房子是不是最贵的时候，也就是房地产的上升期井喷的时候。2021年从恒大暴跌开始，一直到现在将近小4年的时间了。然后今年的8月25号，恒大正式退市之后，这个茅台也开始出现了历史的最低价格。博主举例说呢，比如你往水中扔块石头，那个波纹开始扩散，从中间往外一点点的扩散，波纹是越来越小，但这个是需要时间的。恒大暴雷之后呢，最先影响到它的上下游企业，包括那些做机械的、制造业的。现在茅台降价了，说明它的影响已经扩散到边缘了。说白了，当年茅台价格都是这些跟房地产开发相关的行业的人给炒起来的，因为他们当时请客送礼啊、安排宴请啊，特别的多，也都有钱啊。那种场合吃饭，桌子上怎么可能没有毛子呢？对不对？这个价格就从那时候炒起来的。那么它现在价格下来了，也是因为之前的一个行业都败落了啊，所以导致今天这么个结果。这个茅台的行情啊，已经跌到今年这么惨的一个地步了，是不是还有人觉得茅台还会回归到2020年、2021年那种疯狂的那个城市呢？不能说绝对啊，但是目前的国家经济体量来说，茅台很难再回到那种巅峰的状态，那种疯狂的状态，回不去了。就说到如今，飞天已经跌到1800以内的这个城市啊，我还有很多的那种顾客朋友呢，处得很好。他们还在就是囤着自己手里边当年买的这些什么铁盖啊，这种个性化这种特殊类的，还在留着，还是妄想着说这个茅台还会回到像
当年那种就是今天8000，明天就16000那个疯狂的地步，他们还憧憬着茅台会回到巅峰的那个场景。博主说呢，当时是客户求着经销商去找某款茅台，他们想要收藏囤货，现在是经销商在求着客户，能不能把自己手里的多少箱茅台库存酒给买走呢？现在茅台基本上是全中国90%库存呢，全都在经销商的手里面，留在散户手里的茅台几乎是微乎其微。另外呢，酒厂也积压了大量的酒，现在茅台价格仍然在持续的下滑，往回反弹的希望不大。大家现在唯一能做的，第一呢，就是要理性的消费，不要去大量的囤货。这第二呢，如果你有喜欢的特定的款式，可以趁着现在价格低，收藏一些品相好的、快要绝版的款式。那么对于常规茅台呢，大家就不要再去碰了，没有任何收藏的意义。这两天最火的一个消息就是茅台的换帅，换帅带来的叫什么？新官上任3把火，茅台接着暴跌，这个指导价1499，现在就是零售价也就1500多一点，回收价现在已经跌破1499，1400多，而且还没人愿意收。为啥？今天收完可能明天就赔钱。这是刚才送过来2瓶16年的，我记得半年前这个东西应该还要个2000大才能收到现在2000出头，就是这么便宜。在中共治下，茅台酒被尊为国酒，成为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官员在宴请、馈赠、应酬等场合中的首选佳酿。长期以来，茅台酒在中共权力阶层中享有特殊地位，饮用茅台已成为一种延续至今的传统。据《新民晚报》2001年2月14号第11版《酒仙谢晋》一文记载，即使是在1960年代全国陷入严重的饥荒、民不聊生之际，中共总理周恩来仍能畅饮茅台。现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也对茅台酒情有独钟。根据报道呢，他在接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时所使用的是专供的版本茅台，酱瓶矮嘴茅台。该酒在京东平台、歌德迎香老酒行专卖店的标价高达每瓶128万元。此外呢，茅台酒也逐渐被视为是中共官场腐败的象征，成为军区、军队系统以及各级机关内部默认的特供酒。近年以来，它频繁出现在官员送礼贿赂的行为当中，成为了中共权力运作中的隐性工具之一。茅台突如其来的换帅只会加速飞天茅台跌价的速度。这不，今天是新任茅台董事长上任的第2天就开始掉价了。今天飞天原件最新的行情呢，已经到17开头了。现在我觉得1499春节可能就能实现了。茅台终于降价了，兄弟们啊！就现在距离消费者1499买飞天茅台已经非常接近了。据可靠消息就在昨天，新的董事长上任之后，新官上任3把火。过去茅台有4个字的方针，叫控量保价，就控制数量，我要维护茅台的一个价格。现在叫什么呢？叫放量强企，就放开量抢优质客户。那茅台把曾经这些规模以上符合条件申购的企业申购茅台的价格从1499下调到1196，这一下子就下调了300块钱，一箱就是1800。那么1196这个数字呢，是之前茅台的经销商拿货的价格，也就是说大企业现在在茅台酒厂申购飞天，跟经销商拿的价格是一样的。博主认为，茅台零售价如果是1499块，会引发整个高端白酒的地震。2年前，飞天茅台还卖到了3000块以上，不到2年的时间，就从3000块掉到了1000多块。如果飞天茅台卖到1499块，其他的像五粮液这种高端的酒都要跟着调价，就会引发中国高端白酒市场的崩盘。茅台暴跌，现在茅台已经逼近1600了，1600左右徘徊了。我看离1500不远。那现在大家都不敢消费。浙江是中国第2大的存款高的城市。浙江呢，现在人均存款有11万，
而全国的负债是达到人均14万，可见老百姓负债的有多少多。所以大家口袋里有点钱的话，还是放着，茅台也不要买了，存起来，以后慢慢花，因为现在赚钱越来越难了。你说的对不对？各位朋友们好，我是鞍山小李。最近可能大家都在网上刷到视频，茅台酒简直经历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下跌趋势。像前段时间我收这种酒，到现在2-3天的时间，一瓶赔了近100块钱。包括这老的还可以啊，老的现在没有什么太大变化。包括这种新的43度的，一瓶也掉了20-30。哎呀，都说茅台新董事长上任，我还指望着能往上涨一涨，一直往下掉。本来人家预测1499，明年中旬能到，我看今年过年就能到了，大家可以拿更少的钱喝到更便宜的酒了。茅台面临压力，另一家白酒龙头五粮液的处境则更加艰难。第三季度净利润下滑了 65.2%， 营收是 81.74 亿，回到了2018年的水平。但是呢，利润还是没有到2018年多。全部 A 股有20个白酒股，其中有18个前3季度业绩都是下滑的。已经披露3季报的白酒企业，净利润同比降幅普遍达到了2位数，甚至是3位数。部分区域的酒企呢，下滑超过了 90%。业绩公布之前，机构预测像五粮液、泸州老窖这些公司的第3季度净利润下滑会超过 20%， 而实际上呢，比这个要惨得多了。这2年中国经济不太好，大家都是在精打细算，都在消费降级。以前商务宴请到买茅台、五粮液，现在大家都开始节俭办事了。有数据显示，商务用酒中高端白酒占比从23年的 60% 降到了今年的 45%。万万没想到啊，五粮液8代啊，价格真的是跌麻了。你知道现在是跌成什么样子了吗？昨天深圳有个朋友来问了一下行情嘛，因为想要拿了2件呢去请客还有送礼，我把这个价格给他一报啊，当场就乐了，说现在的行情确确实实比年初呢要便宜很多。所以立马就让我给他发2件过去嘛，因为有一天要去请客，一定要去送礼。太离谱了！现在这个五粮液掉价也太快了。你知道现在七代铺都跌到什么样的地板价了吗？像这瓶是2011年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酒花，黏碧漂亮，标准的52度多良浓香。那像这种有点年份的老酒，它喝起来呢肯定是要比新酒更好喝的。现在跌的跟新酒差不多了。今年2月，第8代五粮液出厂价由每瓶的969元上调至1019元。但是呢，在618促销期间，拼多多、京东等电商平台通过百亿补贴，将售价压至每瓶是789块，导致线下渠道每售出1瓶酒就要亏损逾100元。为了稳定市场价格，五粮液总部曾在年初采取暂停供货、减少经销商配额等措施，试图营造供不应求的局面。但是呢，这一策略却引发了更大的市场恐慌。目前，五粮液普五在仓库中大量积压，犹如一颗定时炸弹。部分经销商为缓解资金压力，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，陷入了越控价越贬值的恶性循环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